这位公子，人孤有一死，你就安心的去吧，乖哦，不要费力挣扎了，没用的。见死不救，是想换个未婚夫吗？啊，未婚夫？上个月他穿越而来，原主正落魄呢。原主倒霉了，他来了运气也没好，相反更加倒霉了。某天见到一个女孩昏倒在家门口，他就好心救了回家。当晚家中钱粮被洗劫一空，同住的哑巴婆婆也被杀害了。后来他才得知自己救的白眼狼是书中女主，凶手至今还逍遥法外呢。一朝被蛇咬，10年怕井绳。楼里有止血的药草，都给你，不用还了。我家中上有80岁的老母，下有3岁的小侄子要养，就先走了哈，还要回家做饭的。男子微抿着发白的唇，被人嫌弃了。难道京中关于他和谢妻的传言是真的吗？下山一路上，杜婉小心翼翼左顾右盼。当那人说出未婚夫时，他就猜出了对方的身份。原主有一个娃娃亲，正是书中大反派镇国公府的世子爷，姓裴名浩，字成明。因此就算不救他也死不了。什么人？小姑娘，你在山上干嘛？我采药啊。现在的采药人不用工具了吗？我刚才追只兔子没追到，小锄头和背篓就放在不远的地方，一会儿就去找。是吗？那我正好有空，就陪你去拿工具。不用呀，大哥哥，我自己去找就行了。说着他转身往后跑，大汉的反应最快，大步追上了杜婉，抓住了衣领。小妹妹，别怕，大哥哥不是坏人，我姓穆，来自平南城穆家，只是想跟你打听个事儿。杜婉忽然想起来了，小说里平南城穆家不就是裴浩的外家吗？于是杜婉没有任何心理负担地指出了裴浩的位置。你们自己去找，我就不打扰了，要赶着下山呢。不，小妹妹帮人帮到底，再陪大哥哥走一趟吧。不用了吧？要的，这样找到人更快点。再见到裴浩，人已经昏迷了，伤口草草涂了止血的药草，接下来自然是救人带下山。他怎么在这里？昨天把你救下山，不好暴露了行踪，索性就来了杜姑娘的家里。思安，我不希望闲杂人等靠近我。哎呦呦，这是什么世道呀？人在家里都成了闲杂人了。某些人呐，是不是忘了，你正睡着闲杂人的房，躺着闲杂人的床，盖的还是闲杂人的被子呢。穆思安含笑拿着药丸走出房间。杜姑娘别气。切，谁生气了？是，你没生气。不过看样子，姑娘与我家主子是旧识。是他认识我，我可不认识他。你说的对。这是没法聊下去了。咋了？咋不说话了？想知道你自个儿问去。不等穆思安说什么，就一溜烟跑去厨房。穆思安将空碗丢给胡三，转身走入房间。很快他就从裴浩的嘴里知道了杜婉的身份。她真是你那个小未婚妻？很惊讶。你说会不会认错了？不会，就是他。只是比起失踪前，小脸蛋清简了些，皮肤稍微黑了一点点。你就这么肯定？你在担心什么？将他在这儿的消息传回京城即可。是真是假，自有长公主府的人去操心。借我几个人。借人做什么？我不是借人干坏事儿。总要说说要人干嘛。我被人欺负了，还抢走了我的玉牌。你知道为什么我不救你吗？因为上个月我救了个白眼狼，不但抢了我的钱粮，还害死了一条人命。你到底借不借？我这回好歹帮了你一点小忙，你借人就当是还我的人情。此话当真？当真。
你去问思安，就说我答应了。行。杜婉转身就往外走，穆思安很爽快地借了他几个人，还特意让胡三跟去，直奔县外唯一的破庙。出乎预料的，去破庙扑了一个空。按照书中的剧情，对方明明应该在破庙的，不会是杀了人逃走了吧？一行人无功而返。杜姑娘，事情办得不顺利？没找到人。这个不是什么大事，一群人搬走的动静不会小。你要帮我查吗？这个需要你先去跟世子说说。我去。那我去厨房端药。嘿，大哥哥，端药这点小事还是由我来吧。还是算了吧。没事没事，我来。端了药送到了裴浩的房间。世子爷，该喝药了。怎么是你端来？哎呀，我这不是要讨好你，有事求嘛。那些欺负我的人还没找到，也不知道搬去了哪里。想让我帮你找？裴世子脑子就是厉害啊，一猜就准。裴浩只是冷淡地瞥他一下，不想跟他瞎扯，见到他就觉得眼睛疼，直接叫来穆思安，让他去办这个事儿。随即杜婉被裴浩赶出了房间，又是一副不想见到他的态度。你奶奶的，以为本姑娘是很想见到你吗？不过穆思安的办事能力还是杠杠的，第二天就查了出来。听说秦于玉等人去了山里一个小村落户，拿到消息，杜婉立马出发，胡三等人依旧随从。大小姐好似很急啊。大概是被欺负狠了，急着找回场子。难以想象小姑娘被欺负狠了会是啥样子，要不要安排个人去查她？听说是他救了个人，还出了命案。先让人在这附近打听打听。叫来一个随从，吩咐几句。那个随从出去之后，不足1刻钟就回来复命了。原因是这事儿压根儿就不是秘密，住在巷子里的人家都知道。就是半个月前，小姑娘善良又天真，不识人间险恶，救了一个昏迷的女子回家，不曾想招来了一头恶狼，家里遭贼的不说，照顾她的婆子也被杀了。凶手没人知道，令人意外的，小姑娘好像知道。她怎么不报官啊？估计是觉得报官没用吧。小丫头年纪不大，心思倒是不浅。大小姐以前挺单纯的，经事儿了还不长大，脑子就白长了。刺客没有找到一点线索，还要继续调查吗？让调查的人撤回来吧，不用查了。对方是人是鬼，迟早会露出马脚。对了，刘进的事可有进展？10年前刘进确实在赤岩县住过，有一天突然不见了，下落不明。那么说，赤岩县是他最后现身的地方了？目前查出来如此。后日回京。不找人了，无功而返，皇上不会怪罪您？宫里这些年派出的人一波又一波，无功而返的多了去了。本世子不过是其中一员，大不了就挨几句骂，无关痛痒。况且我不是遇袭了吗？大概是幕后有人在阻挠皇上寻找小公主。姑娘，听说你是要找我？秦雨玉，还记得我吗？不好意思，没认出来。我们以前见过吗？你真认不出我？没见过。那县上的哑巴婆婆，你还记得吗？你可以不认识我，可我却认得你。上个月你昏倒在巷子里，是我把你救回了家里，还让哑巴婆婆熬了米粥给你喝，还花钱请大夫给你看病。将玉牌还给我。啊？什么玉牌啊？通体漆黑，中间有朵白色小花的玉牌。实话说，我很后悔当初救了你，你就是一头白眼狼，恩将仇报，忘恩负义。我也不想的，对不起。道歉先别说，把玉牌还我。你们干的事儿是想让我当众说出来吗？
不要说，不要说，求你了，你是个善良的姑娘，求你可怜下我们。我们都是一群无父无母的孩子，日子过得太苦了，盼了好久才盼来如今的安定生活。若是那晚的事情传开的话，我们就没活路了。哼，这与我何干啊？这世上过得苦的人多了去了。我说这么多，你就是不想归还，对吧？我没有，我没有。秦于玉艰难地从脖子上取下了玉牌，再怎么不愿意，还是将玉牌放到了杜婉的手里。当看到杜婉要把手收回，情急之下，他双手猛地抓住了杜婉的双手。你想做什么？我非常喜欢这个玉牌，您能卖给我吗？卖？你拿什么来买？我有粮食，我用粮食给您换。哼，用我的粮食来换我的东西？杜婉气得一把把他推开。你还要点脸不？秦于玉，你真是太恶毒了！我好心救了你，你不但不感激，还把我家的钱粮都偷走了。被婆婆发现了，你还丧心病狂的杀人灭口。当晚若我也醒来，你是不是还会连我也杀了？秦于玉，你就没想过婆婆的怨魂晚上会去找你吗？一个杀人犯！没有，我不是杀人犯，我不是。等我们长大了，会把粮食还给你的。对，我们只不过暂时借你粮食过难关的，会还你的。借？哼，照你这么说，这世上就没有小偷了，因为他们都只是借而已。杜婉趁着秦于玉心神慌乱之际，抽出一把小刀，飞快地将细绳一刀割断，退到胡三身后。你这是什么意思啊？能有啥意思？不属于我的东西，就算是半根细绳，我也不会要。你，哼，一个刁蛮任性的大小姐，居然说得这么冠冕堂皇，京城的百姓听了，怕是会笑上一整年。杜大小姐，这是要弃恶从善了吗？你们算哪根葱哪根蒜啊？居然敢败坏本姑娘的名声，以为造谣不用代价的吗？等我回到京城，一定要禀明皇帝舅舅，让他治你的罪。而且我娘说了，我可是全京城最善良的小姑娘了。不要脸！大成，闭嘴。是。婉婉，好久不见，起初听闻你失踪，还担心了好一阵子，现在见你没事，总算是安心了。胡三，那个人是谁啊？谢家七公子谢章。这是什么神仙运气啊，杠上男主了，呵呵哒。杀人偿命，欠债还钱是天经地义的事儿，一条人命啊，等你来还。是的，是我，那婆子是我杀的，与于玉无关。人真是你杀的？畜生！胡三，杀了他。是。婉婉，冤家宜解不宜结，今日就给我个面子，放他们一马，可好？你的面子很值钱吗？值啊！哈哈。哈，你真替他们还债？是。那行，立个字据。谢某一向言出必行。不，比起口头上说的，我觉得白纸黑字更为可靠。赶紧去写，我也不要银子，还粮食就好了。字据就写谢章欠杜婉1万斤大米，还要写明1个月内还清。胡说，我们没拿那么多。你应该庆幸我要粮食，没要你们偿命。秦于玉还想说什么，谢章制止了，并让下属取来笔墨，挥毫写下字据。杜婉衡量一下形势，再争下去没有必要，于是杜婉瞟了一眼被按住的秦淼。我只要他一手一脚，恩怨就此两消。此话一出，带来的人立马执行，2声骨折，还有2声闷哼响起。秦淼断了一手一脚，惨叫出声。惨叫过后，秦淼狠瞪着杜婉和护卫，像是在记住他们的样子。杜婉转身上马，掉头离去。胡三等人立马跟上，干脆又利落。
有迷烟，小心，注意埋伏，保护日子。一阵纷乱的脚步声，杜婉惊醒，睁开眼就见到一阵烟雾扑来，正想往没烟的地方逃呢，手臂被突然扯住，强行扯了回去。想死吗？不要乱走。躲好了，别乱跑，外面人埋伏呢，出去死得更快。注意，不要乱了阵脚，拿起武器，小心冷箭，5人一组，赶紧，不要慌，见到迷烟筒踩灭，迷烟很快就会散了。一阵乱箭之后，迷烟将要散去，一道信号升空，接着天空炸开一朵火花，接着又是2声。大人，这裴家的求救信号，我们这次接的外活是杀裴家人。咱被坑了，也不用担心，这儿深山老林子里不会有人看到求救信号的，咱们得速战速决，冲上去杀了，一个不留。埋伏的一群人像是不要命似的，纷纷跳了出来，个个手持刀剑或者长矛。不要恋战，保密要紧。这些人不是山贼，往京城的方向突围，不要进林子。可是林子，可是那边没有敌人呢。穆思安却没有质疑裴浩的决定，当即朝下属大声吩咐：小心！小姑娘奋力一棍砸去，那个偷袭胡三的贼人被小姑娘一棍砸中了脑袋。杜姑娘，谢了。不客气，你小心了。冲上来的贼子太多了，一行人想冲出包围不容易。裴浩杀的人最多，几乎是一刀斩一人。终于突围成功，保护好他，我去断后。不行，你带他走，我断后。这是命令，快走！杀了那个锦衣男子，谁杀了他，得白银5000两。杜姑娘，你继续往前逃，我去救世子。赶紧救人！一支100人的骑兵顿时加入战局。半个时辰后，这场杀戮才终于结束了。妹妹，抱歉，大哥来迟了。不远处，裴浩等人在包扎伤口。算一算这日子，杜钱来得好快啊。应该是收到消息立刻离京，又连夜赶路。大小姐比料想的更受重视，今晚这一支配备精良的骑兵，应该是皇上配给长公主的亲卫，全是精锐。还好有大小姐，不然咱们真的要葬身在这里了。原来上次他没有说错，我就是有血光之灾啊。我过去看一看。裴浩朝杜婉2人走去。我没有认错人，你就是婉婉。杜婉耷拉着小脑袋，一副委屈的样子。看到裴浩走近，小姑娘突然从地上爬起来，飞快闪到裴浩的身后，小嘴巴拉巴拉地说道：裴浩，刚才这个人说是我哥，可是以前的事我都不记得了，不知道他说的是真是假。我本来想逃走又没力气，真的太累了。他之前防备心挺重的，没怎么提自个儿的事儿，我也是才知道。裴浩无奈向杜婉说一下杜浅的身份。这位大哥，你真的确认我是你妹妹吗？这一路上可没看出你哪里不把自己当成大小姐，让人伺候的心安理得呀。是你们要这么干的，我又没承认。这位大哥，我就问一问，你能确认吗？我可没说我是杜家大小姐啊。确定了。好吧，那我随你回去。杜大哥，我知道前方有一个山洞，适合落脚的，我想先带人去那里养伤，暂时不赶路了。行，随你。还好，这次谢谢你护住婉婉，等回京再登门拜谢。杜大哥客气了，婉婉是我的未婚妻，护住她是我该做的。是个真男人。啊？你夸他了？他还抢过我的床呢。那时我家世子受伤昏迷。哦，醒来后还给我脸色瞧呢，说我是闲杂人。裴世子，舍妹顽劣，莫见怪。这些日子还是十分感激你对舍妹的丈夫。谢他干啥呀？又不是没给报酬。他还拿了我1万斤粮食呢。等杜婉再醒来，已经在一个山洞了。醒了？来，先喝口水。谢谢大哥。大哥，
可这贼人是什么来历？是扮成山匪的士兵，8成是某个军营跑出来接私活的，领头人带着心腹逃了，裴浩捉了几个活口，正在审问呢。估计是那小子碍了谁的路，才会招来杀身之祸。不过他这次没死，等他回京，倒霉的就会是别人。裴浩年纪不大呀，就很厉害吗？可不，最阴险了。大哥，你这么说大反派吗？妹妹，你还小，还不懂得人心险恶。就拿裴浩来做例子，别看那小子平日里人模狗样，端得老高了，背地里被他阴过的人可不少。大哥希望妹妹长点心眼儿，自私点儿，遇事顾好自己就成了。处在我们的位置上，只要安分守己，就是做善事了。别欺负我年纪小就乱说呀！裴浩和胡三进来，恰好听到杜浅在教妹妹，一堆歪理还说得理直气壮的，不，特别是裴浩，差点想拔剑了。杜婉见到正主惊了一把：“怎么样？可问出点什么？”京郊18营的。这可是……原来你过得挺惨的。不，我很好。饿不？大哥去给你找点吃的。等着，我很快就回来。杜浅说完就出去了。杜婉站起来，本想跟着出去，可是瞅见不远处的裴浩，又瞅了瞅胡三，于是他抱着大刀轻轻向他们挪去。你家世子没事吧？世子一夜未曾合眼，大概是累着了吧。杜婉将大刀塞给他，再眼神朝裴浩那边示意。胡三恍然点了点头，大小姐很好懂的，这是关心世子呢。切，小样的，就你会装。哈哈，以为我是那种自私自利的人吗？放心，本姑娘保证不会丢下你，要回家也会带着你。小马儿啊，要乖哦，要听话，不要老是斜着眼睛瞅人。等到骂完了，小姑娘才回头。呀，你们也在呀？都干嘛呢？看风景吗？大哥，吃早饭了没？没。我去给你拿。不用辛苦，大哥一会儿自己去。不辛苦，替大哥拿点吃的，一点都不辛苦。小姑娘一边说话，人就已经溜远了。杜浅见她殷勤的小模样，忍不住的想笑。本少爷这次就舍命陪君子。君子是指谁啊？昨天你才说他最阴险了。裴浩冷冷的嘴角居然微微翘了起来。杜婉把饼子和肉干粗鲁的塞给便衣大哥，目的达成了，就不用讨好了。于是小姑娘完美的执行了用完就扔，雄赳赳气昂昂的走了。喂，裴世子，记得去奥粮啊。哦。1个月，记得期限是1个月啊。知道了。妹妹，需要什么粮？嘿，等回家了再细细跟你说。就算我不说，只要到了京城，你也会知道了。是不是又调皮了？没啊，你妹妹可乖了。那乖妹妹，快上车，咱们要启程了。好，出发。可是进了城后，杜婉坐立难安。妹妹，快到家了。进去我要咋整啊？长辈说什么就是什么，你不要顶嘴就行了。妹妹，出了事谁都不想，要怪只能怪幕后算计你的人。啊？妹妹没了记忆，因此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。可你失踪一事并不简单，派去保护你的几个护卫都被杀了，家里全力追查了许久，都没查出你在赤岩县。很显然，有人暗中遮掩了你的行踪。谁这么大能耐？是呀，这么有能耐的人，怎么会费尽心思对付你一个小丫头？我和父亲猜测，幕后之人想针对的可能是娘亲。娘在你失踪后就病倒了。王富贵就是一个小商人，按理说不该认识妹妹的。王富贵是谁啊？是卖妹妹山头的人。这是一座荒山而已，
卖了就卖了，还吓得你离家出走。你的胆子啥时候这么小了？哎呀，我还干过这种蠢事儿吗？不像我呀。杜钱忍俊不禁，又聊一会儿，杜婉倒是从中琢磨出一些事儿来。谢章买山头用的不是他的名义，做得很干净，好算计啊。杜婉随着杜浅风尘仆仆的进来，心里就咯噔了一下。婉儿，真是我的婉儿回来了。别哭别哭，没事没事。我的婉儿受苦了。不苦不苦，没事出去走走也挺好。我听哥哥说，他以前也经常出去游历，一去就大半年的，我这还没3个月呢。父亲，娘还病着呢，您先扶娘回房，我先带妹妹熟悉一下家里的情况，等晚些再带她去给爹娘请安。以后要乖点儿，不要再顽皮了，知道吗？都听你们的。裴世子，最近很忙吗？还行。去问谢姬要粮食了吗？都好几天了。不是说送我吗？我是那么小气的人吗？就问问，又不是问你要。裴浩面无表情地看着他，明明小气的要命，非要装大方。他本想告诉他办妥了，突然又不想说了。这料子不错，做工也不错。哎，你这是什么官啊？大不大？裴浩整个人僵住了，一脸他不干净了的震惊。被摸了，被摸了！婉婉，程明替朕掌管皇城司，你说官大不大呀？不知道啊。不懂没关系，日后好好学啊。听皇帝舅舅的。程明，今日留下一道用膳。那微臣谢过皇上。等到宴席结束，回到御林院，小姐，何事啊？裴世子来了。啊，请他到院子里的凉亭。裴浩只喝了半杯茶水，就见到杜婉风风火火地出来。裴世子，这事粮食一事解决了？解决了，这不给你送来。1万斤？是的，1万斤。裴世子真客气，其实不用送来的，我都说了，扣除花销后多出的就打赏给你了。想什么呢？这1万斤粮食是本世子今日的贺礼。你说什么就是什么，反正都是白得来的。杜婉婉，想知道你此刻和以前最大的变化是什么吗？是什么？说来听听。虚伪，就是学会了虚伪。哟呵，这是拐着弯来骂人吗？谢谢啊，谢谢裴世子的赞美。我是骂你，没赞美。不啊，虚伪这词儿啊，在我听来就是赞美，没毛病的。被人说天真了才可怕。哎，裴世子，谢七调戏梁家子的事儿，你可有听说？听说了。当时不是你急着赶路，我都想留在宁城看热闹了。你说说，他真把那女子的奸夫找出来了？可惜裴浩闭嘴不谈。杜婉敢赌一个铜板，他一定知道实情。裴世子，你家啥时候来退亲呢？退亲之事从何说起？本世子尚有要事，先行告辞。别，不急，我这次失踪不是名声毁了吗？虽然现在当了郡主，但是大家都明白是怎么回事儿。裴浩可不听他胡扯，转身就走。哎呀，有话好商量，逃避是不能解决问题的。是你想退亲，又不敢自个儿去提，想让我去，对吧？杜婉乐呵呵地凑到他的身边，正要抬手去拉他，裴浩飞快地拉开距离，一脸嫌弃。说话就说话，凑那么近干嘛？还动手动脚的，你还是不是个女孩子？世子，刚才你说什么？就像是小媳妇儿被人强暴了的表情。是可杀不可辱。呀，炸毛了！淡定！哎呀，安心了，
我是那种饥不择食的人嘛，紧张个什么劲儿啊？那保管不动你一根手指头。有何目的？直说。感觉这里不够保密呀，去京师聊聊。不去。哎呀，别呀，我是真有事儿。到底是何事？铁矿。裴浩的面容顿时一肃，反手握住他的小手，拉着就走。京师在哪儿？那边。杜婉抬起另一只手指一指，他当即拉他走去。裴世子，你的立场不坚定啊！刚才只不过凑你近一点，你就那么大反应，现在，呵呵。你在哪里见过铁矿石？没见过，就知道在何处。哪里？这就是我要和你谈的一桩交易。你有什么要求？爽快，世子爷就是大气。我要定北侯府二夫人的一个陪嫁庄子，庄子里面有一口山泉，还有一片桃林。你要这庄子做什么？喜欢吃桃子，当然想要了。定北侯府二夫人是谢七的母亲。我知道啊。你这是要报复谢七？你又想多了，我只要这个庄子。等我拿到庄子再来找你。裴浩留下这一句，不等他说什么就匆匆走了。2天后，裴浩再次上门拜访，带来一个庄子的地契，契上主人的名字是杜婉。我之前卖出的山头里面就有铁矿。你记下来了？没啊。哦，郡主，你怎么会告诉我，而不跟你家人说呢？有些事儿家人不能参加。裴浩，再帮我查件事儿呗。何事？杜婉小脸严肃，拿出一个册子，上面写着密密麻麻的字儿。裴浩接过来扫了一眼，顿时面色古怪。先不说这内容都是你一条条的八卦，这字儿……我的字怎么了？难道画的不好看吗？上面的谣言你帮我查出出处。据我所知，你哥让人查过了。啊，查了一些小虾米，第一个散发谣言的没查出来。裴浩刚想说什么，竟是的门被拍响了，两人顿时一愣，赶紧拉开距离。谁呀？妹妹，妹妹，开门。杜婉没有多想，迈开脚丫子就去开门。裴浩急忙一把把他拉住，两人撞到一块，差点摔倒，还是裴浩稳得及时，仅是退了几步，可下意识的还是抱住了怀中的小人。裴浩，你干啥拉我呀？害得我差点摔倒，你瞅瞅你瞅瞅。哎呀，撞到了吧？你胸口藏铁块了吗？疼死小姑奶奶了。静室的门又被拍了。裴浩竟敢欺负我妹妹，赶紧开门！孤男寡女想干啥呢？我小妹还没过门呢，想欺负她也得过我杜浅这一关。哥，别拍别拍，你乖巧的妹妹马上来了哈。上前打开了门，杜浅冷着俊脸站在外面。哥，人呢？啊，裴浩人呢？逃了？哎呦，太没用了，还大反派呢！堂堂大反派的威风哪儿去了？逃得真快，以为逃了就会没事吗？哥不久前还说回到京城要去镇国公府登门拜谢的。傻妹妹哟，他只是帮了你一回，可你哥还救了他一命呢，这恩谁大谁小，咱家不欠他的。你是个女孩子，没成亲之前可不能让他占了便宜，知道不？嗯。天黑了还来，有急事儿？你没告诉我王富贵背后有人。你查出来了？是谁？真有人？你世上又不止你一个聪明人，你能猜到我也能猜到啊。杜婉婉，这次合作你没有诚意。你不会现在才觉得自己亏本了？亏本你也只能受着。交易已经完成，拒绝退货。哦，原来你早猜出来了，怎么不提醒我一声？若不是你没早点提醒，也不会。不会什么？凭什么告诉你？凭啥？凭你站在我这里？不说你来这里干啥呀？
你知道王富贵幕后的主子是谁？不知道啊。只见小姑娘拿起笔练字儿，一副不感兴趣了，要当她不存在了。以前你若读书有这么勤奋，又岂会被人坑得那么惨？杜婉婉，你练字不会找字帖吗？啊，还有这东西？蠢！你骂谁？反应这么大，看着更蠢了。裴浩，你这是什么意思啊？想打架吗？难道我说的不对？只有蠢的人才会介意别人骂自己蠢，聪明人都知道自己不蠢。嗨，是吗？那你等着。于是小姑娘撩起裙摆，站到椅子上。裴浩，你是一个白痴、傻子、蠢货，你的脑袋长在肩膀上就是装饰用的，真蠢，非常蠢，蠢！王富贵死了，查不出幕后之人，我就釜底抽薪了。你干了什么？所谓的釜底抽薪，当然是直接进宫禀明皇上，让皇上来定夺。厉害！见到外边天色彻底黑了，裴浩想离开，走到窗前，见到有一队护卫经过，又退了回来。郡主，你一个小姑娘是怎么做到受家族重视的？想知道吗？你能说？告诉你也无妨，因为噔噔，瞅瞅，我长得超级可爱呀！又来了，不想说就不说嘛，他又不是非要知道。裴浩还想说什么，就听见镜室外熟悉的脚步声，他赶紧溜了，还是从窗口离去了。妹妹，大哥进来呀，门没锁。妹妹，今日可有谁来找你？没啊，能有谁找我呀？我一直在京师呢。没谁就好。小姐，您这几天怎么不问八卦啦？有什么八卦呀？这城里今日可紧张了，城门口杀了好多官啊。啊？什么官？犯了大事儿？是呀，上次裴世子不是差点出事了吗？皇上下旨彻查，这一查就出大事了。京郊18营死了一个将领，还扯出了一桩贪污军饷的大案，涉案的人员越来越多，这捉了一批又一批。听说这次主谋姓裴，还是18营的小将领呢，当时伏击失败就逃了，现在人还没捉到。小姐，裴家内部挺乱的，人也不太好相处。你怎么知道？外面都传遍了呢。裴大反派挺惨的呀，一个人在外边拼死拼活，自家人却在背后给他捅刀子。杜婉决定给他写封信，表示一下安慰之情。可是想来想去的，又一时不知道该如何落笔。裴世子，你好啊，听说你查出真凶了，还是自家族人，真可怜，一定很难过吧？我听了后第一时间写信来安慰你，你有被安慰到吗？我觉得安慰到了。杜婉。世子，你家小未婚妻想你了。吸养了你，想挨揍吗？裴浩起初还有几分好奇，那死丫头会在信里说些什么。但是当真的见到书信中的内容，一下胸口堵得不行。当晚，月如银盘，高挂上柳梢。杜婉婉，这个时辰了，咋就过来了？我没有被安慰到。啥意思啊？白天的信，你的安慰是安慰到了你自己，反正我没感觉到安慰。我还从中看到了你在幸灾乐祸。你牛，这是过来兴师问罪了。裴浩熟门熟路的从窗户进了房间。裴世子，你这么晚过来到底有什么事儿就说呗，你来都来了还磨磨蹭蹭的干嘛呀？你先穿好衣服。啊？杜婉回过味儿来，低头瞅瞅自己，笑着转去屏风后的衣架，接着遮挡穿戴妥当。杜婉走出来又问：我让你查的是不是有线索了？没有。这会儿可以说了吧？
到底找我干啥呢？不是说了吗？你的信没有安慰到我。那你想咋样？再给你一次机会。那你先等一会儿。说着，他去梳妆台前将散落的头发梳成高马尾，再去打开窗门，轻身去爬窗。这个窗咋建得这么高啊？你这是干嘛？出去呗。你不是心情不好吗？我带你出去玩。听说京城有处夜市，晚上特别多人，也很好玩。哎，你还站着干嘛呀？过来搭把手。不搭。你干啥呢？一点合作伙伴的情谊都没有。本世子不想去。切，什么嘛？若不是你要求，我会想带你出去玩吗？以为我很闲吗？你就是很闲，说什么陪我去玩？其实是你自己想出去。裴浩说是不帮，在他翻窗的时候，还是走到他的身后。如果他不小心摔了，伸手就能接住人。大概是出府玩的诱惑太大了，小姑娘自己就翻过去了。还愣着干啥呀？走啊！你不……哎呀，啰嗦个什么呀？你个大男人能不能干脆点？杜婉担心遇到护卫，一把抓住裴浩的手腕，轻手轻脚地朝外走去。嘿，哎呀，有我带着，运气不错吧？咱们都不用翻墙，就顺利溜出来了。哇，原来夜市这么美啊！美吗？当然美啊，繁星点点，就像天上的星星落到了地面一样，真漂亮。幼稚。杜婉气鼓鼓的先走了。下次再和你一起逛夜市，本郡主就不姓杜。哼！裴浩扬了扬眉，冷笑了笑。等他成亲，那自然不姓杜。切，早晚退亲。杜婉脱口而出：“休想！”裴浩的俊脸顿时冷了。小姑娘退亲的心还没死呢。裴浩默默送她到了公主府，亲眼见她进去了，这才回府。三，小姑娘想退亲。啊？她真看上了谢七？不是，她没瞧上我，可也没看上谢七。我以前也想过退亲，可此刻不想退了，不想让她如愿以偿。谁让她当初对我见死不救？这口气我一日未消，她一日别想如意。会不会有什么误会啊？没误会，在明知道我身份的情况下，她还是丢下我走了。御灵院净室，大反派不知道是吃错了什么药，突然又串门来了。眼见要到吃晚饭的时间了，他还是没有离开的意思。郡主，看什么？看你啥时候来退亲啊？你拿了庄子，怎么没安排人去接管呢？切，这话题转的忒生硬了。哎，黑狮子，矿山怎么样？有没有被开采过？你敢说出幕后是谁了？我咋知道是谁？矿山被开采了一些，去向不明，朝廷正在追查，暂时没查出什么。哦，没话题了呀。可是裴浩不说话，他又不走，这让杜婉浑身不自在。黑狮子，我请你查的事怎么样？人都死了，想查只能从死人的身边查起，暂时没有查到有用的线索。那人死的前些天，接触的人员不少。废话，都要散布谣言了，接触的人当然不会少啊。黑狮子，你还要待到什么时候啊？你这是用完了就扔？是又如何？你能拿我怎么样？我还让人在查呢。我高估你了。裴浩正想说什么，净室的门又被敲响了。杜婉一愣，接着又看到熟悉的一幕，裴世子又要爬窗了。我就知道你会从窗里逃走。裴浩，你想怎么死？自然老死。妹妹，你先出去，大哥有话要跟裴世子单独说。杜婉碰到自家大哥那坚定的眼神，只好慢吞吞地朝门口挪去。不一会儿，净室里就砰砰砰的闹出了不小的动静。杜大哥，咱们有话好好说，
揍了你再聊。我真没怎么样，婉婉，就是过来找他聊一聊。聊一聊？要关上净室门吗？我这不是怕你误会吗？哎呀！我还是第一次知道裴大反，那个裴世子，除了冷着脸斜眼睛瞅人外，还会有这般活泼的一刻啊！是活泼过头了，郡主您也一样很活泼呢。晚膳时间快到了，我有点想娘亲了。一身狼狈的裴浩，小没良心会抛下他，早该料到了。裴浩，你不是奉旨在家养伤吗？看你现在的样子，伤势已经好了，该去上朝了吧？杜大哥误会了，我今日是有急事要与郡主商谈，才会带伤过来的。既然事情已经谈妥，我也该告辞了。杜大哥再会。哼，再会。喂，下次来记得走正门。下次本世子不来了行不？这对兄妹妥妥克他的。大雪天还要过来，是有什么要紧的事情吗？想见你。裴浩决定趁热打铁，得寸进尺，端着茶碗站了起来，绕了半个圈，动作自然地坐到杜婉的身边。好端端的，你坐这么近干嘛？天冷，坐近些暖和。婉婉，你说谢七和思安去赈灾会顺利吗？你不是号称算命很厉害吗？你掐指算一算。我掐指一算，你死定了。裴浩心里一个咯噔，在小姑娘出手之前，一下绕到炭盆的另一边，坐回了原来的位置。婉婉，恭喜了，这下不用担心公主回归压你一头了。人家是公主，我是郡主，怎么可能会不被压一头呢？立功时该让皇上封你公主的。你是在消遣本郡主吗？剩点功劳也不够啊！你查出证据了？刘家一家被灭口，刘金冒头就落网了。经过审讯，交代出小公主就是秦瑜。刘进说，当年拐走公主是想报复皇后，说皇后害死他的心上人。他的心上人是谁啊？当年皇后杖毙了一个宫女，据说正是刘进喜欢的人。你相信这个说辞？调查也确实如此，皇上只会相信调查出来的证据。懂了。敲门声此时响了起来。我这才刚进来，一口水都没喝，怎么可能过了1刻钟啊？什么1刻钟？是杜六叔。哎，你偷溜进来时还碰到六叔啊？我去跟六叔说说，让你再坐一会儿。要不今晚就不走了？大雪天的，赶夜路容易出意外。我不是在关心你啊，是外面下雪了，半夜走路不安全，出了意外我还得背锅。好，不走了。怀着某种沉重的心情来到门口，也不知跟杜六说了什么，裴浩便被留了下来。隔壁的厢房也被下人收拾妥当，还重新燃起了炭盆。隔壁的厢房已经收拾妥当了，还换了干净的被褥，燃了炭盆。等会儿你去那边歇息，明儿一早自个儿滚蛋，不要打扰我的作息。好。裴浩笑意更浓，眸光异常柔和，总觉得他眼里藏着什么，让他有点心虚，不由自主就想躲避。行了，该说的都说完了，你没事就过去隔壁，你不累我还累呢。好。你醒来了。婉婉，是我，醒来了就好。胡三，去请大夫过来。是，这就去请。婉婉，真是你吗？是啊，还没睡醒吗？我一个大活人就在你面前呢。不要告诉我你脑子出问题了。很好，正是他的小姑娘。噎死人的本事只有他了。老大夫让他少说点话，过2天就恢复了。另外，裴浩这次伤拖得有点久，伤了元气，需要调养2-3年。裴浩悄悄地伸出手，把他放在床边的小手握住了。饿吗？裴浩轻嗯一声。你等着，我去厨房拿吃的。裴浩不舍得松开手。
情人眼里出西施。裴浩吃完一碗粥，小声道谢。婉婉真好。哪里好了？哪儿都好。以前你还说我哪儿你都嫌弃呢。不抬杠不行吗？刚吃东西就躺下，这样好吗？不太好。那再让我靠一会儿，好不好？好吧。两人就这样相处着，很默契的没有再多说什么。他不提退亲一事，他不问他如何受伤。过来。等到杜婉靠近，他把船桨一放，第一时间把人拉到怀里，捂住他的后脑勺就亲。他早想这么干了，终于被他找到机会了。直到黄昏，水面铺上一片金黄，他摸着自己火辣辣的唇瓣，幽怨地斜瞅着他。你有完没完的？没完，一辈子都没完。我肚子饿。裴浩把剥好的莲子塞到他嘴里，吃吧，顶饱。晚饭都不吃，你不饿吗？裴浩把人圈在怀里，心上人在怀里需要忍耐，更折磨人了。臭不要脸的，不知羞耻。婉婉和裴世子是一对儿，难免会亲近一些。今日所看到的，你们勿要传出去啊。公主所言极是，人家坦坦荡荡的一对儿，婚期都谈妥了，有什么羞耻的？今日中元节约会的男女不知多少呢，我才不相信大家跟心上人私下会面会什么都不干。哼哼，表妹，好巧啊。是啊，好巧啊，在湖面上都能巧遇，缘分也是绝了。表妹，你是不是晕船啊？要不要进去坐一会儿？哎呀，对啊，有点头晕。婉婉，我扶你进去。好呀，我就知道你对我最好了。你能知道就好。于是两人卿卿我我的，旁若无人进入里面。怎么样？可一转头，嘴巴就被他猛然堵住了。坏痞早就等在这儿了吧？裴浩见他想往后撤，会让他如意吗？不会，一把将他按到树上，开始加深这个吻。杜婉被亲的脑子有点晕乎乎的。刚才好像听到奇怪的声音。没有吧？我没听见。可能是我听错了。大树后的两人正大眼瞪小眼的，杜婉正气呼呼地瞪着裴浩，裴浩宠溺地笑着，目光时不时落到他娇艳的唇上，张嘴无声道：“不要紧张，他们发现不了我们。”杜婉倏地把额头朝他鼻子上一磕，哎呀！裴浩痛了一声，却硬是忍住没出声，气得他伸手捏住他的鼻子：“你再使坏，我又亲你了。”杜婉傲娇地抬起下巴，很是挑衅：“谁？是我。”这么晚了，你还不回房歇息啊？跑来我这里喝茶，大晚上喝茶可不好，容易睡不着。我就是睡不着才来你这里的。行了吧，想干啥直说。做什么你都会答应吗？看情况吧。这可是你说的。裴浩眉梢轻扬，于是他优雅地站起来，一边朝床榻走去，一边解开腰带和外袍，再坐到床沿脱掉靴子，翻身躺到床榻上，还留下一半的位置给他。你要在我房里过夜？是啊，又不是第一次了。真不是想干什么？你想哪儿去了？我是那种人吗？当然了，你如果想干点什么，我很乐意配合的。杜婉最后还是纵容他的任性，但他没有上床榻，仅是在床边打坐修炼。在婉婉的身边修炼，可以事半功倍。这么难得的机会，可不能错过。随便你，不要打扰我修炼就成。姓裴的，连一个晚上都等不及吗？大哥，我就见一见，我不太放心。见什么见？我今晚守着妹妹，等的就是你上门。像你这种家伙，不打一顿是不会老实的。告诉你，给我记好了。
我妹妹嫁给你，你若敢欺负她，我一定揍得你满头包。还有，婉婉只是嫁给你，不是嫁给裴家。以后裴家有谁敢借此欺负她，我全部算到你的头上去，等着瞧吧。裴浩全程只有应试的份儿，最后是杜驸马过来将杜钱狠训了一顿，不是杜驸马超过杜钱手中的木棍，接着一顿反打，情况一下换过来了。杜婉几次想过去瞅八卦，却被宁秦死死抱住，不让他过去，说什么不吉利。我说啊，你们够了啊！我就不相信你们不想亲自去看。不想。我是真的不想，郡王很可怕的。小半个时辰之后，闹剧欢欢乐乐的结束了。裴浩被杜驸马拎走，得知小姑娘没事，就又回府了。当新郎官的人睡不着，就要去折腾公主府的人吗？没想到公主府也有一大堆主子睡不着，这不阴沟翻船了，被大舅哥堵住揍了一顿。今日小姑娘终于是他的了，从此之后他将冠上他的姓，不分彼此。你在看啥？